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逛市场，一眼看中这个花螺，个个饱满又肥实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超实在。估计不少朋友买花螺都习惯白灼，鲜是鲜，但总少点惊喜。今天就教大家换个吃法，豉汁烧花螺，螺肉淡韧有嚼头，豉香裹着鲜，保证让你越吃越上头。快跟着试试！挑花螺先看活跃度，用手碰它的触角，能快速收缩，螺壳会动的才新鲜。再看外壳，选色泽鲜亮，无裂痕无黑斑的，暗沉破损的可能不新鲜。最后闻气味，只有淡淡海水味的好，有腥臭味的千万别买，这样挑准能选到肥嫩的花螺。这一盘花螺差不多1斤，才花了25块钱，我真心觉得划算。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方，这样的花螺要多少钱1斤呢？接下来就开始处理花螺了。先起锅，往锅里倒入足量清水，接着放入几片姜片和几段葱节，再加1小勺盐提味，最后多倒些料酒去腥味。开中火加热，注意观察水温，等水烧到40-50度，锅底冒出细密小泡泡，用手轻轻碰一下水，能感觉到微微发烫时，就可以把花螺下入锅里。下锅后快速焯烫13秒就行，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不然螺肉会变老。这样既能去除花螺的杂质和腥味，又能保持螺肉的鲜嫩口感，也更容易入味。焯烫好后立刻关火，有个关键步骤可别忽略，将煮好的花螺捞出后，立刻放进冷水里浸泡片刻。这一步可是让花螺口感升级的小诀窍。冷水能快速给花螺降温，让螺肉的肉质瞬间收紧，嚼起来会更弹爽脆嫩，不会有软塌塌的口感。同时，冷水还能帮助吸出螺肉里残留的杂质和部分腥味物质，让后续烹饪时花螺的鲜味更突出，异味大大减少。泡好后，记得用凉水简单冲洗一遍，冲掉表面可能附着的浮沫。另外要注意，从冲洗完到下锅烹饪前，一定要一直用凉水把花螺泡着，这样能持续保持螺肉的脆嫩口感，还能防止螺肉变干变硬。接下来准备搭配的食材，取一小把新鲜韭菜，放在案板上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切好后装在盘子里备用。再准备一段大葱，切成小段，再切成丝。大葱口感清甜又解腻，和花螺一起煮能很好的激发鲜味。接着准备一小块新鲜红椒，先去籽，这样能避免辛辣味过重。顺着纹理切成粗细均匀的长条，主要作用是给菜品增色，能让整道菜的色泽瞬间鲜亮起来，看起来更有食欲。而且它自带的淡淡甜辣，还能轻微提味，让花螺的口感更丰富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好关键料头，取适量白葱、生姜和大蒜，先把葱、姜、蒜各自拍碎，这样能更好的激发它们的香味。接着再将拍碎的食材切成细末，不用切得太细。切好的葱姜蒜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我们来调配关键的豆豉酱汁，这可是让花螺入味的关键。准备一个空碗，先加入1小勺盐提味，再放1小勺鸡粉增加鲜度。接着根据自己的口味加适量白糖，能中和酱料的咸感。随后加入1勺生抽增鲜，再放一丢丢老抽，注意用量别多，主要是给酱汁调出浅红的色泽。继续加1勺蚝油，进一步丰富鲜味层次。最后重头戏来了，加入1大勺微辣豆豉酱。这里要说明下，我用的是现成的微辣豆豉酱，不是干豆豉，口感更浓郁也更方便。
把所有调料都放进碗里后，用快勺子充分搅拌均匀，让各种味道融合在一起，我们的豆豉酱汁就调好了。开始烹饪起锅，把锅烧热，我们倒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后就把之前切好的葱姜蒜末下锅，保持中小火快速翻炒，让料头的香味充分释放出来，炒到蒜末微微发黄，葱香四溢的状态，料头炒香后，就把调好的豆豉酱汁倒进锅里，转中小火慢慢翻炒，大概炒3分钟。这一步千万不能急，核心是要把酱汁里的酱香味充分炒出来。随着翻炒，酱汁里的豆豉香、酱香会逐渐释放，油色也会变得更鲜亮。只有先把酱香味炒透，香味才能更好地渗进螺肉里，让整道菜的味道更浓郁醇厚。酱汁炒出浓郁香味后，往锅里倒入适量清水，水量以能没过后续要放的花螺为准。开大火将水烧开，等水面翻滚，冒出大量热气时，把处理好的花螺倒进锅里，快速将花螺与酱汁搅拌均匀，让每只螺都能初步裹上酱汁。接着盖上锅盖，把火调至中小火，保持锅内微微沸腾的状态，焖煮3分钟。这样既能让花螺熟透，又能避免煮太久导致螺肉变老，还能让酱汁的味道慢慢渗进螺肉里。焖煮3分钟后，先打开锅盖，能看到花螺已经微微张口。这时候把备好的韭菜段、葱白段和红椒条一起倒进锅里，快速翻炒几下，让蔬菜和花螺充分接触，既能让蔬菜吸收酱汁的香味，也能保持韭菜的翠绿和红椒的鲜亮。接下来该加水淀粉了，这一步有讲究，不能一次性倒太多，要根据汤汁的量分次少量加。我们这步不是要让汤汁浓稠的挂在食材上，而是希望汤汁看起来更浓郁、有光泽，能轻轻裹住花螺就行。加太多反而会影响口感，边倒水淀粉边用铲子轻轻搅动，看到汤汁稍微变稠就可以停手。到这儿，一道香味扑鼻的豉汁烧花螺就做好了。刚做好的豉汁烧花螺端上桌，那股子香味立马就飘满了屋。红亮的酱汁裹着颗颗饱满的花螺，翠绿韭菜、鲜红椒条点缀其间，光看卖相就忍不住咽口水。夹起一只，轻轻一吸，鲜美的汤汁先在嘴里化开，再咬开螺肉，脆嫩弹牙，还带着豆豉的浓醇和微微辣意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配着米饭吃，连汤汁都能拌着饭光盘，全家老小都爱吃。喜欢吃螺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，步骤不难，做好的味道一点不输饭店，学会了在家就能轻松复刻，赶紧动手试试吧。好啦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呀，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。愿快乐常伴，小颖会更新更多美食和生活妙招，下期不见不散。